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美股周五下跌，因对全球 IT 终端的担忧有所缓解，华尔街寻求从抛售中复苏。道琼斯指数创下连胜纪录后逆转，科技股继续暴跌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JI 下跌约 0.9%， 蓝筹股指数下跌超 1%， 标准普尔500指数 GSPC 下跌 0.5%。而科技股权重较大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IXIC 下跌 0.5%。下面这条，印度已成为 Netflix 的重点关注国家，在第二季度为 Netflix 带来了第二高的净新增用户，也是收入增长第三高的国家。Netflix 将其本地化内容策略和产品组合视为吸引、留住和获取印度地区会员的关键驱动因素。接下来这条，微软 Windows 更新错误导致全球电脑故障，影响航空公司、电视台、紧急和医院服务等。接下来，石油市场疲软，随着交易量和波动性的下降，价格在周五暴跌，这是原油交易者的命脉。接下来，扎克伯格赞扬特朗普枪击后的反应霸气，认为这解释了他对选民的吸引力。扎克伯格表示 ，Meta 正在做出改变，希望Facebook 在未来选举中不再成为热点。下一条，随着拜登在6月27日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，要求他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呼声持续增长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股市周五下跌，因全球 IT 终端的更多详细信息陆续传来，主要股指未能从抛售中恢复，导致道琼斯指数结束了连涨势头。下一条，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强调支持国内石油开发，但石油巨头出于财务纪律和股东收益考虑，并不热衷于大幅增产。特朗普若赢得选举，可能会取消拜登鼓励放弃化石燃料的政策，并推出促进石油需求和降低开发成本的新法规。下一条，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表现赢得华尔街认可，配备人工智能功能的新 iPhone 预计会刺激消费者的升级换代，从而推动苹果实现增长反弹。分析师认为，人工智能对苹果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价值。Loop Capital 等多家公司上调了苹果评级。下一条，特朗普虚假声称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墨西哥建设工厂，呼吁汽车工人解雇工会主席并投票支持他，但行业专家表示没有此类工厂建设计划，只有 JAC 建立了一个小型组装厂生产廉价汽车。接下来， CrowdStrike 软件更新故障导致全球大规模计算机宕机，该更新已被撤回，但仍有众多受影响的企业。由于漏洞涉及计算机和系统的底层内核，修复工作非常困难，还需要人工手动重启设备和删除有问题的文件。对于拥有大量设备的企业来说，这一过程非常繁琐。下一条， Binance US 获得联邦法官批准，允许将特定客户资产投资于美国国债。该命令使 Binance US 摆脱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限制。下面这条，美国航空与其空乘人员工会达成新合同，包括加薪，避免了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的罢工。该协议覆盖28000名员工，需经过工会投票批准。最后这条是 Netflix 推出广告业务， 45% 的新用户选择含广告的更便宜套餐，但广告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4%。 尽管订阅人数大幅增加， Netflix 表示广告业务进展缓慢，预计在2024至2025年不会成为主要收入增长点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